泽伦斯基和欧盟政要纷纷前往白宫会见川普，商谈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之际，习近平的强军思想和抗战精神在中共官媒和党媒的报道中出现，与世界要求和平、不要战争的声音大唱反调。中共单方面改变亚太地区边界的野心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据悉，中共党魁习近平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川泽会谈，伺机找到西方的弱点，作为武力攻台的契机。不过，习近平非常担心军队不听指挥，一再强调听从指挥是军人的觉悟，同时非常害怕川普对中共形成包围，所以他必须把自己绑在普京的俄罗斯战车上，才能有底气对美国叫板。俄罗斯目前的局势非常微妙，只要稍微往西方倾斜一点，习近平所有的算计都可能付诸东流。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林晴。中共官媒新华社8月18号报道，中共军队近日接到中共中央军委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通知，要求强化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自觉，迎接建军100周年。就在同一天，中共党媒人民网刊发檄语，要求把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目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不过，习近平提及的一些抗战英雄，像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人，都是国军将领，抗战精神来自他们，是他们扛住了日军的正面进攻，中共与抗战二字毫不搭界。强军抗战所言都是战争，当今世界只有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在交战。美国总统川普这些天奔忙的，正是要俄乌停战，达成和平协议。8月15号，川普刚刚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8号，川普又在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举行会谈，随后又举行川普、泽伦斯基和德国总理梅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北约秘书长吕特、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英国首相施凯尔及芬兰总统施塔布的多边峰会，主题正是乌克兰停火和战后安全保证。华盛顿、欧洲的领导人们周日表示，8月8号，他们将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与美国总统川普一起举行会谈，看看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俄罗斯停止攻打乌克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于当地时间17号晚间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声。泽伦斯基称，乌克兰当年不应该放弃克里米亚，乌方不能像几年前那样重蹈覆辙。他呼吁美国总统川普能促使美国与乌克兰及欧洲共同向俄罗斯施压，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在泽伦斯基发声前约2小时，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只要泽伦斯基愿意，俄乌冲突几乎可以立即结束。不过，川普强调，乌克兰无法收回克里米亚，也无法加入北约。另据美国国会山报，白宫已公布了川普和泽伦斯基以及欧洲领导人会谈的有关日程。在美国东部时间18号下午1点15分，泽伦斯基和川普将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预计将出席此次会晤。下午2点15分左右，在川普与泽伦斯基会晤1小时后，川普将与其他欧洲领导人会面并合影。随后，川普将和泽伦斯基以及欧洲领导人在白宫东厅举行多边会议。就在川泽会前一天的17号，美国总统川普第一任内驻北约大使贺奇森接受 News Nation 节目周日国会访问时警告说，习近平正密切关注即将登场的美乌会谈，观察川普对俄乌谈判的立场。一旦西方表现软弱，未让俄罗斯付出足够代价，习近平恐怕把现在当作攻打台湾的契机。贺奇森认为，川普即将与欧洲领袖一同会商，此举非常正确，因为欧洲盟友的安全本来就是谈判的一部分。在紧盯川泽会和川普与欧洲多国领袖多边会谈的同时，中共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张行为引起西方国家的警惕。根据法新社的报道，8月18号，在日本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约翰·戴维·瓦德福指出，
中共正单方面改变亚太地区边界，其在台湾海峡、东海和南海的扩张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瓦德福在会见日本外交大臣燕屋义后说，在这一敏感的国际贸易枢纽地区，任何升级都会对全球安全和经济产生严重后果。8月17号，瓦德福在访问日本之前发布了一份声明，指责中共正日益加强其地区霸权，并在此过程中挑战国际法原则。瓦德福在声明中强调，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对我们欧洲也有影响，我们全球共存的基本原则正受到威胁。瓦德福批评了中共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机器的支持，在他看来，正是中共的支持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得以延续。中共是俄罗斯最大的军民两用商品的来源，也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最大买家，算真是一石二鸟。正如川普所说，俄罗斯是中国的天敌，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对北京是有很强的压迫感的。中共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苏共的一支远东支部。中共早期的目的就是在中国建立红色苏维埃，也就是说，中共打江山的初衷是为苏联开疆扩土的。中共注定是苏联的小弟弟和跟班。苏联解体，世界邪恶政权只剩下中共、朝鲜等几个国家。习近平哀叹苏联的崩塌，可随之而起的俄罗斯联邦经济实力只能和中国的广东省相比，不复从前超级大国的形象。反过来，在经济和技术上开始依赖中共。中共的见证是见不得光的篡权。习近平不厌其烦所唠叨的抗战精神，其实正是中共篡政篡权的厚黑术。中共在国军抗日期间趁火打劫，扩大地盘，招兵买马，保存实力，利用日军消耗国军力量。日本投降之际，国军在抗日战争中已经打得精疲力尽，中共此时又向国军宣战，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共最终用暴力窃取了政权，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中华民国占据的台湾一直是中共的心头大患。1912年2月12号，清朝隆裕太后颁布诏书，宣布宣统帝溥仪将政权公诸全民，实行共和国礼，宣告大清帝国将政权交给中华民国。由此可见，中华民国政权是合法得自大清帝国的。合法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映衬了中共政权的不合法。然而，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没有把握可以用武力拿下台湾。如果俄罗斯能在武统台湾施以援手，中共将求之不得。让德国媒体报道，黑月骇客组织公布了一份机密合同，宣称莫斯科与北京签订代号歼208的协议，内容涉及俄国协助中共建立空降部队，并提供运输机、装甲车、自走炮等装备，为中共对台湾的武力攻击做准备。据说这份文件描述中俄入侵台湾计划的密切合作细节，甚至包括俄国提供 1178MK90A 空中加油机、1176MD 运输机、BMD-4M 型空降战车、2S-25反坦克炮以及 PBS-955 伞降系统等军备，以强化中共空降突击能力。消息传出后，尽管德国之声强调无法独立证实文件的真伪，但有德国安全部门暗示文件确实存在，旋即引发国际媒体对中俄联合攻台的种种联想。专栏作家 John Lonergan 指出，中共计划在2027年进军西伯利亚，他的观点与歼208的传闻看似相反，但也显示中俄关系的内在矛盾。两国看似高度合作，实则是一种权益关系，彼此各有战略诉求。中共不忘怀台湾，俄国则为乌克兰，两国不得不相互背倚，作为降低风险的手段。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汤明辉认为，关于中俄联合攻台的种种传言，更有可能是战略虚构的叙事。侵台的高风险行动并非俄国核心利益所在，乌克兰尚且悬而未决，无力卷入台海战争。俄国虽乐见美国在印太地区焦头烂额，但真要与中共协同作战攻台，势必要承担巨大军事与外交代价。
这与其本国利益得失未必相称。官媒新华社8月15号登载的中共中央军委下发军队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通知，再一次表明了习近平内心最大的担忧。美国期刊《外事事务》18号刊文指出，习近平第3任期以来展开大规模整肃军方高层，反映出习近平深层的焦虑。共军能否真正为党而战，包括潜在台海冲突之中对台湾发起军事行动。文章指出，习近平相当看重军事改革，除了整肃高层、军事现代化目标，还削弱陆军优势并建立联合作战体系。种种措施就是为了确保军队彻底政治化，在面临内部挑战时成为最终保障，同时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必要时甚至对抗美军。不过，共军已超过40年没有实战经验，长期和平环境让习近平担心军方滋生自满情绪。他上任后首次军方演说，引用苏联解体的教训，直言没人敢挺身抵抗，导致国家崩溃，被解读为不相信军队真的会毫不犹豫执行命令。因为根据历史经验，共军过去一向避免过度涉足政治。从目前情况看，共军不仅接受习近平的大规模改革，似乎也正认真准备着2027年应对台湾状况的军事选项。习近平最担心的还是一个团结的由美国领导的联盟。如果在战略和科技上对中共形成包围，北京将全面处于被动。突围的关键就是拖住普京，让他在乌克兰战争中继续泥足深陷。8月18号，川普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及英法德意等欧洲领导人时表示，和平触手可及。川普表示，他将在峰会后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电话，他期待我们这次会谈结束后接听我的电话。川普总统还表示，他将在通话中提出他与普京和泽伦斯基举行3边会谈的想法。我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举行3边会谈。如果我们没有3边会谈，战斗仍将继续；如果有的话，就很有可能结束这场战争。川普相信普京也想结束乌克兰战争。在北京9月3号将进行的大阅兵活动上，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而欧洲国家的外交官由于普京的缘故，他们考虑集体抵制出席。港媒南华早报8月18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参加北京阅兵，俄罗斯还可能派兵参加。欧洲驻北京的大使们正在讨论集体缺席。其中一位外交官表示，随着俄乌战争持续，一些欧洲外交官对于与入侵乌克兰的同一支军队同场出现感到不安。尽管目前尚未证实俄罗斯军人将会参加阅兵。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